黄房间的秘密。加斯东·勒鲁。第26章。鲁莱塔·比尔万众期待。接下来的1月15日，也就是在我刚才所述那些悲惨事件发生2个半月之后，《时代报》在头版刊登了一篇轰动性的文章。塞纳瓦兹省的陪审团今日受召，审理一桩司法史上堪称最为神秘的案件之一。此前，从未有任何案件呈现出如此之多晦暗不明、难以理解、无法解释的疑点。然而，控方却毫不犹豫地将一位备受尊敬、深得所有相识之人爱戴的男士送上了被告席。他是一位年轻的学者，法国科学界的希望之星，其一生堪称勤勉与正直的典范。当巴黎听闻罗伯特·达尔扎克被捕的消息时，各界人士无不发出一片抗议之声。整个索邦大学因预审法官那史无前例的举动而蒙羞，公开声明坚信斯坦格森小姐的未婚夫是无辜的。斯坦格森先生本人也公开作证，指出司法部门已误入歧途，而且无人怀疑，倘若受害者能够开口说话，他定会来到塞纳瓦兹省的12位陪审员面前，为那个他曾希望与之结为连理，而控方无疑想将其送上断头台的男人辩护清白。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，斯坦格森小姐能够恢复她的理智，那暂时在格兰迪耶可怕的谜团中迷失的理智。难道你们想让她在得知心爱之人已死于刽子手之手时，再次失去理智吗？这个问题是向陪审团提出的，我们今天便打算与他们谈谈。事实上，我们决心不让12位正直的男士犯下可憎的司法错误。诚然，一些可怕的巧合，一些指控性的痕迹，被告一方令人费解的沉默，一段神秘莫测的时间安排，以及完全缺乏不在场证明，这些都可能导致检察机关形成定论。他们在其他地方徒劳地寻找真相之后，便决定在这里找到他。对罗伯特·达尔扎克的指控表面看来如此严重，以至于即使像弗雷德里克·拉尔桑这样一位精明、聪慧且通常运气极佳的警探，也不免被其蒙蔽，这是情有可原的。到目前为止，在调查阶段，一切证据都指向罗伯特·达尔扎克。今天，我们将在陪审团面前为他辩护，我们将在法庭上揭示真相，澄清格兰迪耶的所有谜团，因为我们掌握着真相。如果我们先前没有开口，那是因为我们想要捍卫的事业本身要求我们这样做。我们的读者没有忘记我们曾发表的关于奥贝坎普街左脚案、著名的环球信贷银行抢劫案，以及造币厂金条案的那些轰动一时的匿名调查报道。那些报道甚至在令人钦佩的警探弗雷德里克·拉尔桑完全揭示真相之前，就已让我们预见到了真相。这些调查是由我们最年轻的编辑约瑟夫·鲁莱塔·比尔主持的。他是一位年仅18岁的年轻人，明天就将名扬四海。当格兰迪耶案件爆发时，我们年轻的记者便赶赴事发现场，强行打开所有关闭的门户，并在城堡里安顿下来，而所有其他新闻媒体的代表都被拒之门外。他在弗雷德里克·拉尔桑身边寻求真相。他惊恐地看到这位著名警探的全部才华都陷入了何等错误的方向，并徒劳地试图将他从其误入的歧途上拉回来。大弗雷德不愿接受我们这位小记者的指点。我们知道这一切最终将罗伯特·达尔扎克先生引向了何方。现在，法国必须知道，全世界都必须知道，就在罗伯特·达尔扎克被捕的当天下午，年轻的约瑟夫·鲁莱塔·比尔走进了我们社长的办公室，对他说：“我要去旅行了。我不能说我要离开多久，也许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，也许我永远也不会回来。这是一封信。如果在达尔扎克先生出庭受审的那天我还没有回来，您就在所有证人作证完毕后，
在法庭上打开这封信，请为此事与罗伯特·达尔扎克的律师商议妥当。罗伯特·达尔扎克是无辜的。这封信里有凶手的名字，我没有提供证据，因为证据我正要去寻找，但我提供了他有罪的、无可辩驳的解释。然后我们的记者就离开了。我们很长时间没有收到他的消息，但是8天前，一位陌生人来见社长，对他说，如果没有其他办法，就按照约瑟夫·鲁莱塔比尔的指示去做。真相就在那封信里。今天1月15日是我们开庭审理此案的重大日子。约瑟夫·鲁莱塔比尔还没有回来，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新闻界也有自己的英雄和因公殉职的烈士。职业责任是所有责任中首当其冲的责任。也许此刻他已经牺牲了，我们会知道如何为他复仇。今天下午，我们的社长将带着那封信出现在凡尔赛的法庭上。那封信里有凶手的名字。在文章的开头，刊登着鲁莱塔比尔的肖像。所有那天前往凡尔赛参加那场被称为黄色房间之谜审判的巴黎人，永远不会忘记聚集在圣拉扎尔车站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潮。火车上早已座无虚席，他们不得不临时增开列车。时代报的文章激起了所有人的情绪，挑动了人们的好奇心，将对辩论的热情推向了白热化。约瑟夫·鲁莱塔比尔的支持者和弗雷德里克·拉尔桑的狂热粉丝甚至拳脚相向，因为奇怪的是，民众的狂热并非主要源于可能将有一位无辜者被判刑，而是源于他们对理解黄色房间之谜本身的浓厚兴趣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释，并且坚信自己的解释是正确的。所有像弗雷德里克·拉尔桑那样解释这桩罪案的人，都不容许任何人怀疑这位广受欢迎的警探的洞察力。而所有其他人，那些对弗雷德里克·拉尔桑的解释持有不同看法的人，自然而然地声称那必定是约瑟夫·鲁莱塔比尔的解释，尽管他们当时还并不知道具体内容。拉尔桑派和鲁莱塔比尔派手持《时代报》，争论不休，甚至在凡尔赛司法宫的台阶上乃至法庭之内都发生了争执。无法进入宫殿的无数民众整个下午都滞留在建筑物周围，被警察勉强控制着秩序。他们渴望得到消息，并轻易相信各种最离奇的谣言。有一段时间，甚至流传着这样的说法：斯坦格森先生本人刚刚在听证会上被捕，并已承认自己是杀害女儿的凶手。这简直是疯了！紧张的气氛达到了顶点，而他们仍在等待鲁莱塔比尔。有些人声称认识他，并能认出他。每当一位持有通行证的年轻人穿过人群与司法宫之间的空地时，便会引发一阵推搡拥挤，人们互相挤压并高喊鲁莱塔，并高喊鲁莱塔比尔，鲁莱塔比尔在那里。一些与《时代报》刊登的肖像或多或少有些相似的证人也受到了欢呼。《时代报》社长的到来同样引发了示威，一些人鼓掌，另一些人则发出嘘声。人群中有很多妇女。在法庭上，审判在罗库先生的主持下进行。他是一位深受司法界所有偏见影响，但本质上却很正直的法官。他们传唤了证人，我自然也在其中，还有所有那些或近或远曾与格兰迪耶的谜团有过接触的人。斯坦格森先生，他苍老了10岁，几乎认不出来了。拉尔桑，亚瑟·威廉·兰斯，脸色一如既往的红润。雅克爸爸，马蒂厄爸爸，他戴着手铐，在2名警察的押解下。马蒂厄太太，泪流满面。贝尔尼耶夫妇，2位护士，管家，城堡里的所有仆人，40号邮局的职员，埃皮奈铁路的员工，斯坦格森先生和斯坦格森小姐的一些朋友，
以及罗伯特·达尔扎克的所有品格证人。我很幸运能在第一批证人中作证，这使我几乎得以参加整个审判过程。我无需告诉各位法庭里挤满了多少人，律师们甚至坐在法庭的台阶上，而在身着红色法袍的法官身后，则是周边所有司法当局的代表。罗伯特·达尔扎克出现在被告席上，在警察中间，他显得那么平静，那么高大英俊，以至于迎接他的是一阵更多是钦佩而非同情的低语。他随即向他的律师亨利·罗伯特大师轻声交谈。亨利·罗伯特大师在他的第一秘书，当时还是初出茅庐的安德烈·埃塞律师的协助下，已经开始翻阅他的案卷了。许多人期望斯坦格森先生会与被告握手，但是证人被传唤，所有人都离开了法庭，那场轰动的场面并没有发生。当陪审团成员就座时，我们注意到他们似乎对亨利·罗伯特律师与《时代报》社长的一次快速会面表现出极大的兴趣。社长随即走到公众席的第一排就坐。有些人对他没有到为证人准备的休息室去感到奇怪。起诉书的宣读像往常一样波澜不惊地结束了。我不会在这里赘述达尔扎克先生所遭受的漫长讯问，他以一种既极其自然又极其神秘的方式回答了问题。他所能说的一切似乎都合乎情理，而他所沉默的一切，即使在那些预感他无辜的人眼中，也显得对他极为不利。他对我们已知那些问题的沉默对他造成了致命的打击，而且似乎毫无疑问，这种沉默最终会压垮他。他顶住了庭长和检察官的告诫，他们告诉他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保持沉默就等于死亡。好吧，他说，那么我将承受它，但我是无辜的。亨利·罗伯特律师凭借其名闻遐迩的非凡技巧，并利用这一事件，试图通过他当事人的沉默来彰显其高尚品格，暗示只有高贵而英勇的灵魂才能强加给自己如此的缄默。这位杰出的律师只完全说服了那些了解达尔扎克先生的人，但其他人仍然犹豫不决。听证会暂停了，随后证人开始作证，而鲁莱塔比尔仍然没有出现。每次门打开的时候，所有的目光都会投向门口，然后又转向《时代报》的社长，他依然纹丝不动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。最后，我们看见他把手伸进口袋，拿出了一封信。一阵巨大的骚动伴随着这个动作。我无意在此回顾审判的所有枝节，我已经详细地叙述了案件的各个阶段，以免让读者再次经历那些被神秘笼罩的事件。我急于到达那个难忘日子里真正充满戏剧性的时刻。当亨利·罗伯特律师向马蒂厄爸爸提出一些问题时，这一刻到来了。马蒂厄爸爸当时站在证人席上，在2名警察之间否认自己杀害了那个穿绿色衣服的人。他们传唤了他的妻子，并让他与他对峙。他哭着承认自己曾是看邻人的朋友。她的丈夫对此有所怀疑，但她也声称她的丈夫与她朋友的谋杀案毫无关系。亨利·罗伯特律师于是请求法庭允许立即听取弗雷德里克·拉尔桑关于此事的陈述。在我刚刚与弗雷德里克·拉尔桑的一次简短谈话中，律师宣称，他向我暗示，看邻人的死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解释，而无需牵涉马蒂厄爸爸。了解警探的假设会很有趣。弗雷德里克·拉尔桑被传唤到庭，他解释得非常清楚。我不认为，他说，马蒂厄爸爸与此案有任何牵连，正如我已经向马凯先生指出的那样。但是，他那些杀气腾腾的言辞，显然在预审法官的心中对他造成了不利影响。对我而言，企图谋杀斯坦格森小姐和谋杀看邻人是紧密相关的。当我们向企图谋杀斯坦格森小姐的凶手开枪时，他正穿过庭院逃跑。我们以为击中了他，以为杀死了他，但事实是，当他消失在城堡右翼之后时，他只是报右翼之后时，
他只是绊了一下。在那里，凶手遇到了看林人，看林人无疑想阻止他逃跑。凶手手中还拿着刚刚用来伤害斯坦格森小姐的刀子，他刺中了看林人的心脏，看林人死了。这种非常简单的解释显得更加合情合理，因为许多对格兰迪耶之谜感兴趣的人早已得出了这个结论，听到了一阵赞许的低语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凶手后来怎么样了？庭长问道。显然，他躲在庭院的一个黑暗角落里。庭长先生，一旦那些抬着尸体的城堡居民离开，他就可以从容地逃走了。就在这时，从站在后排的旁听席中传来一个年轻的声音，在众人惊愕之中，那声音说道：“关于心脏被刺一事，我同意弗雷德里克·拉尔桑的看法，但我不同意他对凶手逃离庭院方式的解释。”所有人都转过身来，法警们冲上前去命令他保持安静。庭长愤怒地问道：“是谁在喧哗？”并下令立即将闯入者驱逐出去，但又听到了同样清晰的声音喊道：“是我，庭长先生，是我，约瑟夫·鲁莱塔比尔。”